阿祖直接向世界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我就是大爹呀，我就是最强英雄，没有之一啊！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3季前情提要。风暴事件过去后，阿祖掉进了舆论的漩涡中心，就因为他俩谈过恋爱，导致大量粉丝取关了阿祖啊，七人组老大的位置也被撼动。沃特首席执行官艾德加直接让安妮成了联合队长，你祖国人一人独大的时代得结束了。重重打击让阿祖双耳嗡鸣，心情极差呀。上次发生这种状况还是被风暴摊牌的时候，一个一无所有的最强超人类，除去一身上天入地的本事，名声地位就是阿祖的全部了，而这一切正在被慢慢夺走。与此同时，男孩们遇到了麻烦，修义用了1年的时间辅佐纽曼，用合法的手段对抗那些邪恶超人类，而且效果颇好，有关的犯罪事件大幅度降低。可公家有公家的难处，纽曼的势力和沃特战略合作，意味着男孩们明示对抗超人类，但顶头上司还是沃特，换言之，认贼作父呀。也由于修宇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，他劝布切尔妥协一步，两人因此小吵一架。事后2个大反转正在悄悄将他们重新捆绑。其一为纽曼就是爆头侠，那个一直在坏他们好事的神秘人；其二是俄罗斯可能存在一把名为 BCL 红的武器，它能够杀死强悍的士兵男孩，自然也有机会杀死祖国人。原本因为莱恩正打算做出妥协的布切尔，感受到复仇火苗的燃起，重新拿起了屠刀。梅弗送来的临时5号能让他短时间内拥有超能力，这是对抗阿祖的唯一武器。纠结于打与不打，布切尔顾前思后，这一针打下去，他或许会得到匹敌阿祖的力量，但同时意味着他将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，就像是梦魇一样缠绕着布切尔。有阿祖的轻蔑，也有自己的阻止。只有和莱恩相处的时候，他才能卸下伪装。虽然这孩子是自己老婆和自己死对头生的，但布切尔不怎么计较这些。陪伴莱恩毕竟是贝加的心愿，男孩十分关切布切尔的状况，早已把他当成最信赖的监护人。看出布切尔精神萎靡，莱恩发了一段视频，建议他在低落时享用，那会让人心情好一些。只是布切尔对临时5号的事情耿耿于怀，没再关注这些。随着深海名气回春，书也大卖，女性之友的称号已经顶在头上，是教会让他一步步走向成功。为此联合沃特将内容影视化， IMAX 杜比音效营救侠新作《我要救海豚》即将与大家见面了。阿祖现身宣传大片《我要救海豚》，今晚流媒体网盘同步上线。当然最主要的是宣传自己的生日宴，届时会与各大英雄展开联动。生日这天，阿祖希望得到风暴的祝福，眨眨眼就代表生日快乐了，但风暴却出奇的没有理他，钻木取火的节目也没了，他其实已经放弃了苟活。待阿祖走后，风暴眨了眨眼，同时又留下了一滴热翔啊。修义将纽曼的身份告知了安妮，两人开始了调查。沃特旗下有一家名叫红河的孤儿院，摆明了是超人类幼崽的收容所，或者说是实验室，更加靠谱。纽曼也许就来自那里，但真相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纽曼这事直接让修义心态崩了呀！这一整年他都在证明自己，用成功掩盖着一碰就碎的心脏，然而到头来果真是认贼作父了。他不想告诉布切尔，只想靠自己解决。自然需要安妮的帮助，可安妮要去参加生日宴的彩排，和初恋超音速的互动是在所难免的。回想当年两人相爱，结果现在自己成了上台卖惨的选手，初恋反而成了转身的导师。阿祖突然现身，编导直接下飞啊！超音速来了一套商业甜法，给阿祖留了个印象。阿祖临时改了剧本，给安妮加了点戏。他这令人厌恶的行为，无非是想证明自己的地位还在。别说你是联合队长，就是美国队长也得在我下头啊！彩排时，安妮的台词一口一个导师和家人，把阿祖捧得高高的。随即加戏的时刻到了，阿祖要让安妮和艳女郎们给自己唱生日歌。安妮的敷衍程度，堪比我给哥们儿过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 Sorry. 这哪能在阿祖这儿过审呢？奈何编导也不敢喘大气儿，安妮最终鼓起勇气拒绝了。阿祖这么做的目的大家都清楚。就在此时，艾德加发话了：安妮若是不想，那就不用。你祖国人现在的热度不及安妮的一半，哪有过气网红只会顶流网红呢？阿祖试图用退出威胁，然而适得其反，他如今还深陷风暴的丑闻，没公司解决不了啊！况且他就是沃特的产物，没听说过乙方能够主动离开甲方的。阿祖也只能是一声不吭的走开。这超音速当场就懵了，我初恋能跟阿祖五五开了呀！阿祖再差也是个过气网红啊，七人组里还有不少快过世的网红，火车头就是其中一个。
宣传中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如今却一步跑不了。他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，弘扬他们黑人文化呀，以奔跑者的身份拍摄纪录片《火车头在非洲》啊，然后反手发行游戏《中央航路》，直接 PS4 独占啊，表面独占，再过2年再上 PC 嘎韭菜呀。这么一来，黑人的前世今生就能弘扬出去了。如此正确的做法，艾什利并不敢当场答应，连火车头的策划都觉得这事儿扯淡呢。你这就是打着宣扬文化的旗子去捞钱，距离过世网红只差一个过世了。此时修一还等着安妮回来，等待的人是最煎熬的，自己连个果酱盖子都拧不开，当真废物呀！无能划破了手掌，打了几通电话过去，却是超音速接的，这对他来说是雪上加霜啊！修一干脆心一横，这事儿我自己办了，直接以沃特员工的身份来到了红河孤儿院，有调查局和纽曼这层关系，这些都不难做到。孤儿院的孩子们自然都不是凡人，有星黑女巫、闪灵替身，还有飞檐走壁、壁虎侠，孩子们的诡异着实给修一吓了一跳啊！很不巧，电视上播放了红毯录播，修一是星光男友的身份被发现了，他心生一计，小声告诉院长：“我是来领养孩子的。”还编了个不孕不育的身体素质，和女朋友想要孩子不过分吧？院长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，领着他看了看资料，挑了一个顺眼的孩子。修一则是趁机拷贝了红河的档案。咱就说插 USB 难道没有那种噔的音效吗？ Well, Samir, South Asian. 得手后，修一果然找到了纳迪亚，是爆头侠纽曼无疑了。资料里的视频更加让他震惊。领养纽曼的男人是沃特现在的 CEO 艾德加，这都不是认贼作父的事了。修一已经升级到孙子辈了。艾德加也当真是个慈父，就喜欢搂着孙女读故事，对孩子们的善意也看不出真假。总之纽曼很受用就对了。一个试图跳楼的女孩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身为全民英雄祖国人，他自然要现身救人。女孩开始还是一副寻死模样，别过来我就跳下去啊！阿祖也不慌不乱，赞赏女孩的幸运。今天生日能救下一条生命，岂不美哉呀？一听女孩是犹太人，阿祖有点变脸，态度也变成：你赶紧往回走，别乱搞啊！反正不管这孩子横着跳、竖着跳，自己都能接住。突然，一则新闻轰炸了阿祖的身体，风暴在病房里咬舌自尽了。霎时间耳鸣发作，想不明白他为何会在自己生日这天自尽。伴随着新闻中的回忆录，阿祖心碎了，他马上调整了情绪，对女孩坦白，今天根本不是自己生日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人生出来的。阿祖只为耶稣感到可惜啊，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付出一生去拯救别人，到头来却被获救的人杀死了。他这话实际上说给风暴的。作为人世间的神去世了，自己还要救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，阿祖心态爆炸，直言：你自己跳吧，不管你横着竖着跑，都得让你去死。女孩马上表示害怕了，表示自己不想死，到这会儿开始祈求上帝救自己，全然忘了刚刚试图浪费生命的举动。别过来我就跳下去啊！阿祖马上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，这儿没有上帝，只有阿祖啊！女孩当场化作一滩烂泥。与此同时，男孩们兵分两路，为了调查士兵男孩死亡的真相，他们盯上了士兵男孩的相好伯爵夫人以及士兵男孩的随身马仔火药。前者在沃特主题乐园表演，由弗兰奇和西梅子经典组合出动。游乐园真是各种乱七八糟的零食不说，派对3小时起步，让西梅子望而却步。这趟任务可能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。在这儿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弟弟，姐弟俩最大的愿望就是坐过山车，奈何命运夺走了弟弟。法兰奇心软，答应他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坐过山车。士兵男孩的纪录片和史蒂夫·罗杰斯如出一辙，一个参与2战打败纳粹的超级士兵。不过士兵男孩早就抱得美人归，结果在人生巅峰的时候嗝屁了。阻止核泄漏这规划，法兰奇是肯定不信的。随后伯爵夫人出场，高歌纪念士兵男孩，可给爱音乐的西梅子高兴坏了。两人来到后台，自诩老粉丝。西梅子表达出了对伯爵夫人音乐的喜爱，后者见他是个哑巴，心生怜悯，把还没发行的专辑给他听了。这是一段围绕黑猩猩的凄惨故事，因为黑猩猩生理上不具备哭泣的能力，所以伯爵夫人用它来表达悲伤的其他形式。西梅子觉得这人不错，不想动粗，但法兰奇的话又不能不听，只能反手给对方按在墙上，别问他士兵男孩的死亡真相。但不巧又有粉丝来到后台，这给了伯爵夫人脱身的机会。他冲进人群，回身双手结印，一颗火球当场炸碎了祖国人。伯爵夫人则是趁乱逃跑了。布切尔这边来找了母乳，这个兄弟对士兵男孩的恨意不比自己对阿祖少啊。他将 BCL 红可能存在的事说给了母乳，能杀死一生之敌的武器，岂有不调查的道理啊？布切尔已经安排法兰奇他们去找伯爵夫人，自己晚些时候回去调查火药。留给母乳的任务就是调查士兵男孩本人。当年他的父亲执着于士兵男孩，结果身死道消，留下2个孩子无助成长。母乳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经历同样的事情，换言之，他拒绝了布切尔的提议。
后者也没有为难，兄弟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他很开心了。这手真诚打动了母主，他掏出了一份文件，看完后布切尔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送走布切尔，母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虽然嘴巴上拒绝了，但内心的执念还在，他仍想和士兵男孩做个了断。布切尔来到了枪展，今天主办方请来了最会玩枪的火药，安检还一度以为布切尔兜里的是道具，呼吁全民用枪的火药可太雷同了。买子弹报他的名字还能享受买一送一，布切尔又在厕所创造了偶遇，还是法兰奇他们那套，我是你的老粉丝。这种事儿火药都见怪不怪了，猛甩2下就要离开。布切尔直接把母主的资料搬了出来，听说你不仅是士兵男孩的贴身马仔，更是他贴身玩物啊，懂的都懂啊。火药让人出了痛处，骂骂咧咧的死活不承认呢。结果布切尔反手掏出了证据，这是当年火药亲手递给沃特的请愿书，上面记录着士兵男孩的怪癖以及血债血偿团队的阴暗。想撕毁证据也行啊，把士兵男孩死亡的真相说出来，想死磕也不怕，证据会在1个小时内传播网络。火药表明退让，却在地下车库埋伏了布切尔，好在多年敏锐的感知力救了布切尔一命。但是论枪法，他还真不是火药的对手，对面那就是自瞄加锁头啊，还掌握着一手枪斗术。燕双鹰看了都直呼卧槽啊。布切尔最终还是打响了汽车警报，然后掩盖脚步声逃离现场。母主他在对抗自己的内心，想继续追查士兵男孩，却又不想放弃女儿。如此情绪下，他异常暴躁，一时温柔奶爸的姿态，但女儿并没有因此畏惧，反而抱住了父亲，这让母主有点猛男落泪啊。他把女孩送去了前妻那边，把自己的忧虑说了出来。曾为了家人放弃复仇，如今内心每天都在对抗阴影。每每想起士兵男孩，他都会不适应甚至抽搐，又名创伤应激障碍。在他无助的时候，前妻给了他答案，回到布切尔身边，做想做的事，摆平想摆平的问题。前妻保证女儿会安全地待在自己这儿，直到母主回来接她。休伊则是不知如何面对纽曼，共享汉堡的交情一去不复返了。纽曼还特意问了纳迪亚是谁，休伊赶忙撒了个谎圆了过去，但他又是请假又是受伤，不知该如何向女上司解释。就在这时，安妮出现了，有沃特当红英雄出面证明，纽曼就没有了疑虑了。见两人当面打情骂俏，他也识趣地退出了镜头，留下一个建议话里有话，不要畏惧一个强大的女人。没有人关心自己时，休伊会咬牙坚持，即使咬碎了也会往肚子里咽。可一旦有人关心他，他就会立刻变得脆弱，认为自己一事无成，什么都做不来。纽曼是他职场上最好的伙伴，几乎无话不谈。在休伊人生终于如意的时候，上天来了一个嘴巴子，并且告诉他，这把不算呢。而西梅子一直惦记着过山车。女人在意一个东西时，不是在意这东西的本身，而是在意一起参与其中的那个人。这点法兰奇早就悟了，可他没有办法填补西梅子心里的空缺。白天游乐场里一对小朋友，因为目睹了血腥，可能再也不会有天真的童年。就像西梅子一样，自愈能力会治疗伤口，但治疗不了内心。布切尔包扎完伤口后已是满头大汗，他突然想起了莱恩说的视频，点开一看，却发现是纪念贝加的。那只是一段普普通通的电话留言，但在莱恩眼里已经是全部了。布切尔鼻子一酸，堂堂屠夫变得极度没落。他给休伊打来了电话，虽然两人总是会打闹，谁也不给谁留情面，但真正难过的时候都会相互陪伴对方。布切尔直言自己要退出了，或许他也该像休伊一样寻找自己的生活，为此妥协一点似乎也并不过分。布切尔的语气并不像是在开玩笑的。休伊异常沉默，布切尔一度以为他挂了，随即一个消息又让他眼神变得凶狠。纽曼就是爆头侠，还是艾德家的养女。过去1年的时间，他们全部都浪费了。换而言之，想扳倒沃特，还得按照布切尔的方法来，意味着男孩们要重新聚集。布切尔异常沉默，休伊一度以为他挂了，其实他就是挂了，当场回归本性。布切尔再度找上了火药，对方抬手就是51刀，3枪命中心脏。布切尔应声倒地，但没几秒他就站了起来，子弹从皮肤上掉了下去。临时5号的药效起了作用，瞬间他变得力大无穷。火药只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，拳头绵软无力，几个大塞炮下去，火药牙都快掉光了。男人当场认怂，坦白那一切都是真的。士兵男孩不仅强暴他，还总是扇他大逼斗。当时他才14岁，一个大逼斗对一个14岁的孩子，那是多么大的伤害呀！火药也知道，士兵男孩根本就不是死于核泄漏，死因另有隐情，只是他触及不到那个层次，只知道这一切发生在1984年的尼加拉瓜，当时中情局也参与其中，负责人是马洛里。布切尔顿时感觉兄弟们被欺骗了，没想到最信任的马洛里隐藏这么多事儿。布切尔反手就卸磨杀驴，随着暴躁的情绪，超能力也逐渐开始失控，可这感觉却是如此奇妙。阿祖躺在风暴的病床上一言不发，
资金的血液似乎还遗留着温度。到了他的生日宴，超音波带头表演，上去就是一个滑铲。随后火车头接棒，穿上非洲土著限定的制服，又请了寿星祖国人与联合队长星光。阿祖和和气气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地告诉火车头：“你就是一蠢逼呀！”最终星光也没有唱生日歌，顺手推出了星光基金会，搞慈善嘛，还不寒碜。台下有人庆祝纳粹风暴的死，祖国人的笑容凝固，强忍着自己的杀意。安妮赶忙为他狡辩了几句，说祖国人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会犯错，他捐了1000万搞慈善哦，值得大家给他一个机会。结果祖国人连说了4声 no， 所有人都意识到情况不对呀。他当着媒体的面说自己不是凡人，也不会犯错，他比任何生物都要完美，根本不需要四处道歉。想插播广告的艾舍利遭到了致命威胁，祖国人坦白自己就是个资本的玩物，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呀。连那最强超人类祖国人都会被控制，那世上每个人都会被资本控制。阿祖当场打破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定律，自己的存在应该是他们的福气，没有自己屡次出手，哪有那么多生命被拯救啊？以前他总是谦虚说你们才是英雄，但今天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大爹，我就是最强，我就是英雄啊！这回大家满意了吧？哼，祖国人好变态，我好喜欢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